强，我心猿意马，青梅不爱竹马，却爱上欢喜冤家。明道暗枪不及，爱难躲难发。别看小女子出身寻常人家，到月池多落落大方。你若是真心太爱我一场，我定奉陪到白发苍苍。小女子出身寻常人家，一生愿为你做羹汤。我们要流传为一段佳话。与你煮酒天涯，世间家苍苍。梦里花前月下，须臾是繁华。若是深情留不住时光，留住你呀。掌掴不算难了，爱本就玄妙。别看小女子出身寻常人家，到月处多落落大方。你若是真心太爱我一场，我定奉陪到白发苍苍。小女子出身寻常人家，一生愿为你做羹汤。我们要流传为一段佳话。太子啊，要试一下长乐，我来不及告诉你们。得罪了。都是身不由己，不碍事。弄影姑娘年纪轻轻，武功如此了得，真称得上是女中豪杰。秦大哥过奖了，早就听小姐说过自己的哥哥有多厉害，没想到居然这么厉害。哎，毕竟吃长了那么几岁，老了，再过个几年可就比不上你了。秦大哥谦虚了。时间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一会儿啊，还得再委屈一下姑娘。我之前说的，都记住了吧？秦大哥请放心。得罪了。还是没问出来什么。我就说了吧，玉瑶什么都不知道，到底想怎样？那就试试最后一个办法。我听说段家的击阔术对开锁很有研究，我们现在就看看他能不能在生死关头把锁打开。生死关头？假装生死。咱俩可说好了，玉瑶不能少一根头发丝。好，依你。也不能给他留下心理阴影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们这个计划很温和。按计划来。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你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了。大哥，你是不是饿了啊？我跟你赢2啊！你去买肉吃，人肉可不能吃啊！还对食物那么不讲究，对身体不好啊！我们好好商量好吧？啊？那你就说实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，你回来啊！我自己会想过100种死法，我没有想过被处。属下。拜见皇上。
平身。谢皇上。道长，怎么样了？皇上别急，贫道已经算出了结果。皇上日主火命，又得寅午戍火局，确实是帝王之相。只是如今为丙火之年，加上皇上的八字视为急躁，才有此一劫。此劫该如何化解？解法嘛，贫道倒是有一个，只不过什么？快讲！恐怕皇后未必愿意。此话怎讲？只要是为了皇上好，让臣妾做什么，臣妾都愿意。皇后言重，这解法倒也不难，只是要皇上娶一位水命的女子。就这么简单？皇上为急躁之命，需要以水调节。这女子的湿气呢，是越重越好，最好是癸亥年亥月出生。哎呀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太子殿下，公孙大人，有何吩咐？人在生死关头，最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实力。一会儿等太子妃过来的时候，你就用刀砍她，记住，要砍到她脖子上。哎，不是让你真拿刀砍她脖子，就是假装砍她脖子。哎，反正不能让她受伤，注意点分寸。这个倒是没问题。那小人先去换身夜行衣，戴上面罩。不用，你就在这儿等着。啊？在这儿当着太子妃的面硬砍？硬砍。太子，您找我？秦飞宇，你疯了！太子殿下，小的刚才出现了幻觉，惊了太子妃，小的该死。你现在扶太子妃回去休息，待会儿我再找你算账。是。你的伤没事吧？是太子又让你来试探我啊？是公孙大人。看来啊，上次我救了你，他们还是不放心。我刚才啊，好担心你会出手反抗。不过还好。去，我相信秦大哥不会伤害我的。公孙墨，这下你能放过刘玉瑶了吗？啊？好了，可能是我想多了，简直多此一举。哎，你干嘛去？还能干嘛去啊？你把人吓着了，我得哄哄啊。
小姐，小姐，你的信。自从上次彻夜违规，母亲罚我1个月不许出宫。我没机会出宫见妍儿，甚是想念，只能靠书信聊表思念。李恒觉得自己幸运，我是癸亥年戌月出生，而妍儿是癸亥年亥月便出生。老天爷对我太好，在我出生1个月后，便把最好的你降生到这个世上，等着我们相遇。在宫中这么多年，虽然母后一直告诉我要争夺皇位，但我总觉得这样的生活缺了些什么。直到遇到你，也许我的心就像这锁，等着妍儿将它打开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尽快说动母亲，让我们2个人在一起。这样，我们就不用如此思念对方了。月儿，太子殿下，我看一下。你忍一下。疼吗？不疼，只是小伤。今天秦飞宇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他突然对我下手？我不知道啊。这个秦飞宇每天神神叨叨，说什么出现了幻觉，我听就是放屁。你等着，我马上把他换掉。不必了。哎呀，像他这种武林高手，肯定是经历太多了，所以难免会有什么不好的幻觉。太子就不必太责怪他了。好。雨瑶，你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碰到的最善良的人。太子，夜深了。哦，那你快休息。你睡你的，我就在这儿陪你一会儿。不是，这哪成啊？你猜着我怎么睡得着？我是你丈夫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我还没准备好，你出去吧。我真的是担心你。刚才还用刀架在我脖子上，现在就想来占我便宜，想得美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如果你真的放心不下我，那你可以坐在那个桌子上，守我一整夜。啊？这……我小时候受惊的时候，我爹就是这么守着我的。可我要是躺在床上陪你，不是更好吗？不行，只有坐着我才安心。只有坐着？看来你是真的不担心我。好，坐着就坐着。那快休息吧。客官，酒来了。慢用。谢了。这么多年交情了，还提什么谢呀？哎，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交情了才要谢。谁不知道，你百事通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替人办事从不说谎，可这一次却因为我破戒了。
哼，知道我不说谎，当时就别跟我开这个口啊！现在说这些，都不如多请我喝2顿酒哦。哎，这么些年没见到你在江湖上行走啊？怎么，这次要重出江湖？就是想保护一个朋友，这也不算是重出江湖吧？我倒是好奇啊，什么人需要你亲自保护啊？他可能会断家击阔树。断家击阔树？哎呦，这么些年，你还是不死心呐？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都会让我死灰复燃。行，够吃强！爱过来，爱过去，都是占有和被占有的过程。没关系，我乐意被你全部占有。这次不想唱情歌，只想紧紧抱着你，说话不必深刻，笑容可以平和。有你的陪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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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你的陪伴。这次不想唱情歌，哎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哎。谁？太子殿下，嘘，太子殿下，皇上急着召您进宫。父皇，这么早叫儿臣过来？你自己看。臣也有罪，臣保管不力，没能保住皇上御赐的紫金花瓶，让贼人得手，恳请皇上责罚。两位爱卿，请起。堂堂的相国府都能丢东西，下一个丢东西的地方，是不是我们皇宫了？你告诉朕，你这个大理寺卿是怎么做的？父皇息怒，是儿臣失职，还请父皇责罚。虽然盗贼可恶，你诈降会淆视听，但是你放松警惕，让山贼有机可乘，这也是失职。皇上，那个飞贼实在是诡计多端，难以抓捕。太子偶有失误，也在所难免。臣的意见，要不就小敲责罚一下。那刘相国，你认为怎么罚比较好？
城外的大佛寺正在翻修，要不罚太子去监宫？可以。如今此事出在相国府，后续的调查就请刘相国来接手吧。臣遵旨。李彻，此事你不要再插手了，你就去大佛寺监宫吧。儿臣遵旨。都退下吧。皇上，这几天接连的出事，看来当初那个道士所说的话，真的都成真了。皇上，您纳妃的事，真的要抓紧了。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事，哪有心思找这样的女子啊？皇上国务繁忙。这种寻人的事，不如就交给臣妾办吧。多亏有了皇后，替朕省去了不少麻烦。这些都是臣妾应该做的。皇上若是同意，那臣妾就尽快去办。那就有劳皇后了。臣妾先告退了。皇上，您不要再过分烦心了，那个飞贼一定会被捉到的。朕烦的倒不是这个。皇上担心的可是太子殿下。是，彻儿自幼就是朕和玉君的心头肉，也不知他能不能懂朕的一片苦心。皇上考虑太子殿下甚多，沈皇后若是泉下有知，也会宽慰的呀。什么时候走的呀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去，还说什么守着我一夜，死骗子！是我。吃饭了。去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是谁啊？太子可是一大清早就被叫去宫里训话了。训话？还不是因为你？你可真是什么都敢偷啊！我？刘生的御赐紫金花瓶，是你偷的吧？我昨夜没出去啊。既然你什么都没偷，那就是有人见你的名头了。想都不用想，我知道是谁。这太子妃才刚解除嫌疑，盗窃案又发生了，这也太巧了吧？我也觉得，此事一定与太子妃有关。上次在靶场，臣亲眼看到太子妃用太子的弓射了一箭，而且是正中靶心。这次跟玉瑶没有关系。
们知道您宠爱太子妃，但若您一味的包庇，哎，这次绝对不是他偷的。不知太子殿下有何理由啊？是啊，如今这么多老臣都在这儿，不能仅凭您的一句话就能证明他的清白。太子，你有什么就直说，不然大家也不放心啊。因为我昨天在他房间里。那这么说的话，这个事情确实跟太子妃没有关系，可能是刘生自己在搞鬼，故意让皇上迁怒于你。如果真的是刘生在搞鬼，说明他开始行动了。我要赶紧通知外公才行。唉。又被父皇骂了。这个飞贼，他又出来兴风作浪了。看来，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总觉得最近几天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所以最近啊，我让飞羽就跟着你了。要出了什么事，他和弄影会一直保护你。没事儿，我有弄影一个就够了。好了，听话，只有你安全了，我才能放心，不是？这个飞贼肯定会遭报应的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臭老头，既然你借我的名义搞鬼，那我就让你付出点代价。哦，好，爹，怎么了？你尝尝，你尝尝。水，快拿水！水，快拿水来！爹，来了。这都是怎么回事？真是，赶快去查一查，去查查这个水。是爹。爹，不知为何这水缸里的水全都被人加过盐了，所以做出来的饭菜才会如此之咸。吃了，晦气。爹，老爷，爹，老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爹，就是为了这骄傲，就是为了不求饶，就是为了别霸道，动手前快跑。天下武林谁能逃？八仙过海隔天高，轮到西湖才是最好，不要放针招。
若问谁知道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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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问谁知道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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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道可道，其实是你不知道。反比人少呀，糊涂反比聪明好。若问谁知道？爹，你要的清水来了。滚！老爷，不好了，又怎么了？老爷，不好了，您还是自己去门口看看吧。爹，爹，你慢点儿，慢。哎呀，我的汉白玉壶啊，我的紫金鲨鱼壶啊，这都是我的宝贝呀！是。哎，这好像是个什么字儿啊？爹，这好像是 K。还呸！谁干的？给我找出来！我要把他千刀万剐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爹，您别生气，再把身子气坏了。爹，哎呀，老爷，还有一个完整的啊，还有完整的，的，去，赶快去！我的紫玉凤雕茶壶，这可是前朝大师留下来的遗作呀！老爷，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我的壶啊！爹，我的壶啊！爹，慢点。爹，你消消气儿，这茶壶没了，我再让下人去买。你懂个屁！那些都是我的珍藏，不是独一无二，就是千金难买。爹，大叔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给我提茶壶。哎，爹，这茶，这盒子里有封信，你看。狗贼刘生，本小爷已经收手。你却假装丢东西，败坏我名声。这次只是个警告，赶紧乖乖的向皇上承认错误，不然小爷让你好看。没想到李彻手下有如此的异人。爹，您怎么知道此人是李彻的手下？哼，嘴上说自己是毛贼，实则迫使我向皇上主动承认，花瓶是我自己藏起来的。除了李彻，谁还能有此等要求？父亲分析的有道理。现在太子府有个能够随意出入我府的能人，这对我们来说威胁实在是太大了。今天幸亏水里放的是盐，如果放的是毒，我们早就死了。不行，这次太子出去监宫，无论如何要找个机会杀了他。放心吧，爹，我会安排好的。去把弄影找来，我有事跟他说。是。这七小锁是从平乐城里兴起的，想把它解开呢，得费一番功夫。平乐城那儿有好多能人异士、文豪画师呢。对啊，我喜欢的很多诗人都是从平乐城出身的，所以我对那里一直很向往。那有时间我们也去呗。好啊。可能不大行。
罗母后古王管得严，别说出城了，我出宫见一面都难。没事，你不能来找我，我可以进宫找你啊。我听父亲说，皇上过几日要他去宫中赴宴。啊？父皇请朱大人赴宴，那肯定是好事啊。燕儿，我决定了。我决定去赴宴。我求父皇为我们指婚。真的？可是皇后娘娘她……不怕，父皇对儿女的婚事一向很开明，我觉得成功率很大。到时候我们成了，母后怎么骂我打我，我都愿意。走吧。刘胜说要找我，你昨天是不是干什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在他的水缸里加了点盐，桌子椅子上放了一些搞破坏的小机关，然后把他的茶壶全给毁了。你是说他茶室里的那些茶壶，都毁了？你知不知道那可是他的宝贝啊？不就是茶壶嘛，有什么可宝贝的？这些他可收集了大半辈子，别人连碰都不敢碰。那就说明我歪打正着了，答对了。我走了。老爷。长乐最近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，每天陪在太子身边，偶尔出去玩玩。我听说太子最近招了一个侍卫，你见过吗？见过，虽然没有和他交过手，不过看他的样子，武功不高，不足为虑。太子明天就要出城监工了，是否准备妥当？行程如何？底下的下人都已经收拾好了，明日辰时出发，到时候会有守卫陪在太子身边出城。途中会经过乘风驿站和墨运客栈，太子会在客栈短暂休息，估计5时便可到达。恭喜大人想出妙计，自己将花瓶藏了起来，嫁祸于太子，让人怎么查也查不出来。我说过是我做的了吗？做好你自己的事情，其他的别管。是，怪诺你多嘴。对了，你是否知道太子府里面有什么其他的能人异士？能人？大人指的是？功夫了得，会飞檐走壁，又悄无声息的人。大人说的可是上次作案的飞贼？对，就是他。不曾见过。话说，那飞贼若是太子的人，岂不是一直是自己人在搞自己人？那明天。你先回去吧。还不走？是。爹，那我把人带来。
相国大人。谢大人这段时间辛苦了，不知太子明日的行程如何？太子辰时出发，路上会路过乘风驿站，然后到墨韵客栈休息片刻，便继续出发，5时左右便可到达。弄影这丫头还算识相，没骗我。谢大人，明天我想趁太子出城之际，找个机会杀了他。不知道谢大人有何妙计，能够把太子引到一个人少的地方？若是路上因太子离开队伍的话，恐怕会露出破绽。属下建议，等太子到了大佛寺，再做行动。太子做事认真严谨，容不得一丝马虎，所以我们不妨这样。此计甚妙，谢大人，你果然是个识时务的人。那谢某就等着相国大人兑现承诺了。想要位居3品，这有何难？谢相国大人。三思，爹，去找些武艺高强的杀手到大佛寺待命，要最不怕死的。最不怕死，随身携带毒药，若是失败，马上服毒自尽，不管成与不成。若是失手死了，每人家眷可以再得黄金100两。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刘生要杀人了！杀谁？他黄金100两寻找死尸，在大佛寺待命。黄金100两寻找死尸，看来刘生这次要有大动作了。他们在密室里商量了这么久，肯定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杀人计划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告诉他。你先别慌，也不一定是要去刺杀太子殿下。什么不一定啊？都在大佛寺待命了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你之前不是还一直生着气，说他算计你、试探你，又不相信你的，怎么现在倒是紧张起来了？哎呀，那事儿不一样啊，那是家务事儿，而且我只是嘴上那么说说而已。这次是有人要杀他。别急，就算刘生真的要刺杀太子，这个传话筒也不能由你来做。哎，我没有出府，要不你告诉他。我啊，也可以，但是太子不一定会相信我吧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走。像与世子堆叠的树，
清风拂袖，谁桃花笑？无人过我心，为谁所向？相遇邂逅皆偶遇，是谁？